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问题：苹果的果蜡难清除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苹果还能不能吃？果蜡真的有毒吗？今天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究竟的方案到底是什么？到底苹果能不能吃？那么我们该怎么去清洗果蜡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众所周知，苹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。老一辈人常说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这句话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人坚持，但是在购买苹果的时候，大家能够感受到苹果表面有一层蜡，这让人不禁的担心，这蜡真的可以吃吗？会不会有毒？为了我们的健康，我们一定要把苹果的果蜡是去除掉的。今天分享的这个技巧去除果蜡小妙招还是非常实用的。我们先来准备热水，水温大约是60度的时候，这样刚刚好。加入一些小苏打，再来一点食用盐。接着把苹果放到盆中，我们先浸泡一会儿，大约泡10分钟的时间。蜡遇到热之后能够融化到蜡，苹果表皮会有一双白霜。浸泡好之后，再用手来回的搓一搓，因为苹果表皮也有一点盐，双手来回的揉搓，食盐颗粒可以刮掉我们的蜡层。接着我们来回的搓洗，再把我们的蜡苹果洗干净之后放到清水中，再用流动的水再来清洗。这个方法清洗过后的苹果皮表面的蜡质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干净，一点蜡都看不见？因为我们的苏打水还有我们的热水能够把我们蜡的全部悉数掉，并且我们的苹果皮上面很干净，没有任何的蜡质。洗苹果看似简单，不能用清水洗，蜡质我们要用盐水、热水清洗，这样洗过之后，苹果我们吃更加的放心的。这样洗好的苹果，无论是大人小孩子怎么吃都安全，又能够吸收一些营养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苹果表面确实有一层蜡，但这层蜡分为是3种：天然果蜡、食用蜡、工业蜡。天然果蜡是苹果本身自带的一种保护层，可以防止微生物、农药侵入果肉。食用蜡则是人工加工的，一般从甲壳类物中提取，主要提取了防腐保鲜的作用，对人体没有害。但是如果是不法商贩为了节省成本，在苹果表面涂抹了工业蜡，就值得警惕。工业蜡是提取了自食油等矿物油，含有的铅、汞、有害的重金属，长期使用危害了健康。苹果表面的蜡可能来自天然的果蜡或者人工蜡。天然果蜡是苹果自身分泌保护层，人工蜡是保鲜作用。我们如何去分辨？一、天然果蜡，苹果表皮天然分泌的蜡质称之为是果蜡，主要成分为脂类的一些化合物，作用是减少水分的蒸发，可以防止微生物的侵入。这种蜡层在苹果成熟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，没有需要任何的处理，对人体无害处，可随着果皮一同使用。2、人工的食用蜡，苹果在采摘之后加工会喷食一些食用蜡，常见材料包括虫丝或者是一些乙烯蜡，这类蜡符合食品安全，用于延长保鲜，增强了光泽度。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严格用量，正常清洗能够去除大部分的残留。3、间接的方法，天然的通蜡表现出亚光分布的均匀，人工蜡可能使果皮异常光亮，用指甲轻刮表面，天然蜡不易脱落，人工蜡可能会产生白色的粉末，热水浸泡的时候，人工蜡可能使水面出现了油膜的状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。说到苹果，
可以说家家户户都爱吃，对不对？苹果不仅酸甜可口，营养又丰富，被誉为天下第一果。很多人爱吃苹果，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现在的苹果买到好吃的不容易，而且价格比较贵，一旦买不好吃就浪费钱，想想真的不划算。那么苹果是越大越红越好吗？80岁老奶奶教我了几个挑选苹果的小技巧，认准这个方法，以后买苹果个个买又甜又脆，汁水又多。苹果的种类有很多，很多人买苹果的时候只会挑选那种又大又红的，吃的时候发现了又酸又硬，一点不好吃。所以挑选苹果的时候一定不能看大小，也不能看颜色。我们把苹果的方法挑选分享给大家。一、看颜色。我们在购买苹果的时候，最直观的方法是看颜色。很多人喜欢选又大又红的，其实不对。苹果的红色就是花青素在光下合成，由光照、温差成熟度决定。阳光照射越充足，温差越大，且成熟的苹果果皮越红，所以秋天的苹果最红。就算是同一个苹果，不同的位置接受的光照不同，不相同的体现出来的颜色均匀的情况。如果你看到了苹果红得太均匀，要考虑是否被人干预过。即使同一棵树上结出来的苹果，由于光照不同，口感有差别。我们要挑选整体看起来红润的，中间夹着一点淡黄色的，这样的苹果一般处于果树的树冠顶部，光照时间充足，口感会更甜、更脆、更好吃。二、看纹路。看一下苹果表面的这个纹路，苹果的纹路清晰并很长，说明它的成熟度熟了，够了。这个苹果它看起来清晰度越清晰，那么说明这个苹果它的脆甜多汁。反之，如果表面纹路不清晰的、没有纹路的苹果，就不建议去购买。它的苹果没有成熟摘下来，选购的时候通过看纹路选择脆甜的苹果。三、闻一闻气味。苹果是否完全的成熟，从它的香味能判断出来。自然成熟的苹果闻起来有一股果香味道，如果闻起来没有成熟的苹果，闻起来有一种酸涩的口感，香味比较淡的。但是完全成熟的苹果闻起来有浓郁的果香味道的。四、掂重量。挑选个头大小相同的苹果，然后掂一掂重量，重量少的苹果说明这个苹果水分比较少，吃起来不够好吃。反之，掂起来比较重的苹果，说明这个苹果当中的水分是多的。那么因为是汁水又多又丰富，所以这样的苹果可以购买，脆甜多汁，特别的好吃。一定要挑一下重量的。五、购买的时候通过看苹果的果季我们来挑选。每一个苹果都有果脐，它的果脐大小和深度是不同的。挑选苹果的时候，像这样的果脐比较浅又比较小的建议挑选，像这样的果脐又大又深的苹果，口感脆脆的多汁，成熟度也够的，说明了这样的苹果是母苹果，口感更好。挑选苹果的时候尽量选择挑选苹果又大又深的苹果，这样的苹果一般情况下也不是很甜，对吗？所以说呢，苹果要选择看一下公母，哪样的苹果好吃就选哪种的苹果。六、摸手感。挑选苹果时，触摸苹果表面是一个不可容视的技巧。有人误以为光滑表面代表成熟度高，但事实上，成熟的苹果表面相对粗糙。我们用手摸一下苹果的表皮，感觉到比较粗糙。表皮粗糙，这样的苹果往往是饱满的、新鲜的，甜度更高的。选择的时候最好选择表皮粗糙的，这样能够确保选到最佳的苹果。朋友们，今天分享的去除苹果果蜡的小技巧，清洗苹果都学会了吗？又分享了几招挑选苹果的小技巧，都是生活中比较实用的，经常用的哟。学会了这几个方法，以后挑选苹果再也不愁了。挑选好苹果，个个脆甜多汁，又香又好吃，汁水又多，也不踩坑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啦。
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